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收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大家既熟悉又有点陌生的主题——中医。诶，说到中医，你脑中会浮现什么画面呢？我猜啦，很多人脑中浮现的画面，可能就是一个白发苍苍、仙风道骨的老中医，旁边摆满了各种贴着红色标签的草药罐，然后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药材味，整个氛围是不是带点神秘感？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它，好像不太科学，对吧？老实说，这些印象其实非常普遍，但他们往往忽略了中医背后其实藏着一套极其严谨而且层次分明的思考体系。所以今天的分析就是要带大家一层一层拆解这个体系，你会发现中医远比你想象的更像一门逻辑缜密的系统性科学。好，那我们就先从这句贯穿整个中医思想的古老名言开始：医者义也。这句话是出自汉代的典籍，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所谓的医学就是一种思考的活动。诶，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玄？但它其实就是解锁中医底层逻辑的关键钥匙。它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中医的核心从来就不是什么神秘的祖传秘方，也不是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经验，而是一种独特的、有纪律的、可以被学习和传承的思考方式。今天我们就要彻底搞懂这个义到底是什么。OK， 为了让大家能有系统的理解，我把今天的内容分成4个部分。首先，我们会比较中医和我们熟悉的西医，在看待人体的时候，那个最根本的哲学差异到底在哪里？接着，我们会深入探讨中医思考的操作手册，也就是它背后的 SOP。再来，我们会看看中医师是怎么样透过他的感官去收集病人的数据。最后，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我们会透过一个实际案例，看中医师如何像一个侦探一样，把所有看似无关的线索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有逻辑的图像。好，我们马上进入第一部分。要理解中医，我们必须先明白一件事，就是它和我们熟悉的现代生物医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西医，在认知世界的方式上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差异。这真的不是谁比较好，谁比较坏的问题，而是2种看待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2种不同的作业系统。OK， 大家看这张投影片哦，这个对比非常重要。西医的逻辑我们可以称之为拆开来看，它的核心是解构。你想想看，当你身体不舒服，西医会做什么？抽血、照 X 光、做电脑断层，对吧？它会把你身体的一部分分离出来，放到仪器下去分析，去测量你血液中某个指标的浓度，看你身体某个部位有没有结构性的异常，试图找到那个出问题的最小单位。这就像一个顶尖的修车技师，他会把引擎完全拆解，用精密的仪器去测量每个零件的公差，找到那颗磨损的轴承或是有裂缝的活塞，然后目标明确的把它换掉。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精准、可量化。但中医呢？它的逻辑恰恰相反，叫做合在一起看。它不会去拆解，而是把人体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中医的目标不是找到单一的病灶，而是辨识出整个系统失衡的模式。这个模式在中医术语里就叫做症。这就很像一个生态学家，当他看到森林里有一区的树木枯黄了，他不会只拔一片叶子回去分析它的叶绿素含量，不是这样的。他会去观察整个森林的土壤酸碱值、最近的降雨量、日照的变化，有没有新的物种入侵，甚至旁边河流的水质。他要找出的是导致这群树木生病的整体环境模式。这个比喻真的超级重要，它点出了2者在最底层思维上的根本差异。
了解了这个合在一起看的根本差异之后，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如果说中医是一套作业系统，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4个字就是它的核心操作手册，也可以说是它的 SOP。这个概念是由清末明初一位非常重要的医家，叫做云铁桥，他所提出来的。他将中医临床复杂的思考过程精炼为理、法、方、药这4个环环相扣的步骤。重点来了，这4个字里面最关键也最容易被我们现代人误解的，就是第一个字理。我们现在看到理常常会直接翻译成 principle 或是 theory， 也就是抽象的原理或理论。但在中医的古典语境里，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误解。理这个字，它更贴近的原始意义是 pattern， 也就是模式或纹理。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块绘木上面独一无二的纹理，或是溪水绕过石头时形成的那个特殊流向。它不是一个像 F 等于 ma 那样放诸四海皆准的僵化规则，而是一个具体的、可以被感知到的、时时刻刻在变动的动态质地。所以，中医师看病的第一步，不是去套用某个理论，而是要去感知和辨识出病人当下这个生命系统中那独特的、动态的失衡模式。这个观念的转变，可以说是理解中医的关键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当我们搞懂了理是模式之后，这整个流程就变得非常清晰，而且合乎逻辑了。大家看，第一步，理就是辨识模式。透过接下来我们会讲的诊断方法，医师判断出病人整体的失衡模式是心气虚。好，模式确立了，再来第二步，法就是根据这个模式决定治疗的大方向，也就是方法。既然是心气虚，那治疗方法自然就是补益心气，这是一个策略层级的决定。然后第三步，方就是组成方剂。为了实行补益心气这个策略，医师就要运用他的专业知识，像一个建筑师一样，设计一个个人化的药方。他要思考用什么药当做主力的君药，用什么当做辅助的臣药，如何搭配佐使药来调和跟引导药性。这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程。最后一步，药才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把配好的药材交到病人手上。你看，从理这个最核心的模式判断，到药这个最具体的物质，这是一个层层递进、逻辑严谨的过程。这就完美地体现了我们一开始说的医者义也，医疗就是一个完整的思考过程。好，那问题来了，医师要怎么去辨识那个有点抽象的理，也就是疾病的模式呢？他手上总得有些工具吧？这就带我们来到第三部分，医师的诊断工具箱，也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过的4诊。4诊就是望、闻、问、闻、切，这4个字基本上涵盖了医师用他自己的感官去收集病人资讯的所有方法。望就是用看的，看你的脸色是苍白还是红润，看你的神态是精神还是萎靡，尤其重要的是看舌头的颜色、形状，还有舌苔的厚薄颜色。再来闻，是听你的声音是中气十足还是有气无力，咳嗽声是深沉还是短促，这也包含嗅你身体或呼吸发出的气味。然后是问，这部分是资讯量最大的一环。中医有一套系统性的问诊 SOP， 像是10问歌，会巨细靡遗地问你的主要痛苦、睡眠品质、饮食习惯、体温冷热、大小便状况等等。最后是切，最著名的就是把脉，但其实它也包含触摸身体的其他部位。中医的脉象非常复杂，传统上有28种基本脉象，每一个都像一种密码，对应着不同的身体状态。这4种方法就是中医师用来收集原始数据的标准流程。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4诊收集到的所有资讯，像是舌苔的颜色、脉搏的快慢强弱，全都是表面现象。在我们现代科学的思维里，我们常常会对表面现象抱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对吗？我们会说，眼见不一定为凭，要相信仪器测出来的数据才算数。但在中医的哲学里，恰恰相反，中医认为，身体表面所显现的一切，不是需要被质疑的假象，而是通往了解内部状态唯一可靠的指引。我用一个比喻，大家马上就懂了。你可以把人体的表面想象成是内部系统状态的一台高解析度的显示器，
就像你的电脑主机板 CPU 在高速运转，你看不到它，但你可以透过荧幕上的 CPU 使用率、温度、网络流量这些数据，准确知道内部的运作状况。中医就是这个逻辑，你的舌苔突然变厚变黄，你的脉象从平稳变成急促，这些都不是随机发生的，它们就像你电脑荧幕上跳出的警告讯息和数据仪表板一样，是内部系统状态最直接、最忠实的反应。所以中医是花费大量心力去观察和解读这些表面现象，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最真实、最及时的数据。好，现在医师透过4诊收集到了一大堆来自显示器的数据，那下一步呢？这就进入了我们今天最精彩的第4部分，如何像侦探一样，把这些看似毫无相关的线索串联成一个有意义的模式。这就是中医的关联性思维。我们直接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假设今天有一个病人，他最后被诊断为心气虚，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呢？这绝对不是医师凭感觉猜的哦，而是一步一步逻辑推理的结果。我们继续看下去，首先是问诊的线索。病人说他最主要的困扰是心悸，时不时会觉得心脏砰砰乱跳，尤其在劳累之后特别明显。OK， 线索1直接指向了中医概念里的心这个系统。因为在中医里，心不仅是心脏这个器官，它还主管我们的精神、意识活动，也就是心脏神。心悸就是这个功能失调的直接表现。接着是切脉的线索。医师把脉，他发现病人的脉象摸起来是细而且弱的，这代表什么？弱脉摸起来软弱无力，是能量不足，也就是气虚的典型表现。细脉摸起来像一条细线，是物质基础不足，也就是血虚的象征。好，这是第2个和第3个线索，气虚、血虚。然后是望诊的线索，医师请病人伸出舌头，看到病人的舌头颜色偏淡，没有血色，同时观察到病人的脸色也很苍白，没有光泽。这2个视觉线索都再次印证了血虚的判断，同时也指向了一个虚和寒的整体模式。你看，心悸、弱脉、细脉、舌淡、脸白，这5个从不同管道，也就是问、切、望搜集来的线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独立事件，但它们全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一个与心相关的气血不足的虚寒模式。当所有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时，一个清晰的理，也就是心气虚就浮现了。这时候，一个有经验的中医师可能会接着问病人：那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健忘，没做什么事就自己冒汗，或是晚上睡得不安稳，很多梦？病人通常会很惊讶地说：对对对，医生你怎么知道？这真的不是通灵，也不是算命，这完全是纯粹的逻辑演绎。为什么？因为在中医几千年的知识库里面，心气虚这个模式，它本身就包含了一系列典型的伴随症状，其中就包括了心血不足导致的健忘，气虚不能固表导致的自汗，还有心神失养导致的失眠。医师问这个问题，其实是在做最后的假设验证。如果病人回答是，那就更加确认了他最初的判断是准确的。整个过程就跟科学家提出假说，然后设计实验去验证它，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基于一个庞大的、经过长期验证的知识体系所做的逻辑推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医的诊断过程真的不是一种神秘的艺术，而是一场非常严谨的逻辑调查。它要求医师系统性的收集所有表面证据，然后运用他脑中的庞大资料库，也就是传统的关联性知识，去进行比对、分类和推理，最终得出一个最能够解释所有现象的结论。这就是中医最核心的方法论、辩证论治的精髓所在。好的，讲到这里，相信大家对中医的底层逻辑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我们来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今天我们学到了4个重点。第一，中医的思维是合在一起看，它是一种整合性的系统，目标是找出失衡的模式，而不是单一的病灶。
第二，它的核心思考流程是从辨识模式的理到制定策略的法，再到设计配方的方，最后才是具体药物的药，这是一个逻辑非常严谨的 SOP。第三，它的诊断工具4诊是把身体的表面现象当作内部系统状态最可靠的数据来解读。第四，诊断的过程是一种高度逻辑化的关联性思维，把所有线索串联起来，得出一个最合理的结论。现在我们再回头看这句医者义也，相信大家现在的感受完全不同了，对吧？这里的义，它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也不是什么神秘的直觉，而是一整套包含着独特世界观、严谨分析框架和丰富数据解读经验的思考体系。它是一种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有方法的智力活动。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中医真正的力量或许不在于那些我们看不懂的古老药方，而在于它提供了一套非常独特的理解复杂动态系统的思维框架。它教我们如何从看似杂乱的现象中看到背后的整体模式，如何从表面读懂深层的状态。老实说，这种从整体出发、观察、关联、辨识模式的思维方式，不仅仅适用于医学，甚至对我们理解商业生态、金融市场，乃至于个人生活中的复杂问题，都可能带来深刻的启发。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